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最新出来的这个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啊，主要说3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介绍一下一季度这个史诗级的社会历史天量的一个融资规模。第二部分呢，说一下这个天量的融资规模下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一个表现。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一说放了这么大的水，那钱呢到底去了哪儿？好了，我们先看第一张图啊。那大家看一下3月份这个社会融资的规模有多猛啊？你就看那个黄色的数字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3月份的一个社会融资规模。那今年呢1月份天量的这个社融以后1月份其实已经有一个天量的社融了。那3月份的这个社融规模再创新高，单月呢新增了5.16万亿。这个好，你看一下比往年的这个3月份可以看到增加了将近1倍多1倍左右。单月首次呢突破了5万亿。再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是显示一季度社融的一个数据也是看这个黄色的柱子就可以了。它也是创了天量的一个天量的数据突破了10万亿，达到了11.08万亿。那这个呢就是中国版的一个放水。那这个背后它推动的力量是什么呢？它就是2019年以来整个央行的3次降准3次再贷款等一系列的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铸就的。那中国版的这个放水呢，主要还是靠以银行为主的一个金融体系它透过这种信用的派生和信用的放大，然后把这个水去放出去。那好，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社融是个什么东西我这个大家老说社融广义货币这些听着比较抽象。那当然，社融呢，其实它的全称就叫社会融资规模它主要包含了5大类银行的表内的融资也就是银行贷款。那表外的融资就是这个信托票据这些融资。那第3部分呢，就是直接融资也就是企业上市发债这些东西。那第4部分呢，就是政府债券这包括了国债和地方政府的债券，主要是包括这么4部分那我这里面呢有一个19年的这个社会融资规模的构成图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大概呢就是这个比例就是贷款呢是占了大概66%，那政府债券呢是占了18%，企业债券呢大概占了12.67%最后还有几个小的这个项目加起来大概占了7%左右。那社会融资规模呢，它其实本质呢就是整个这个整个一个这个融资的一个增量整个一个融资的一个规模。这个融资创了天量它其实并不是因为经济需求的一个好转大家知道，通常意义上就是你个人贷款也好，企业贷款也罢消费也好，投资也罢，它其实一般是需求推动的，就是个人你有需求，然后再去贷款消费企业呢扩大再生产也是有投资需求而后去贷款。那走到今天，走到现在呢，就经过这么多年的债务扩张以后呢，那需求推动的信贷扩张呢，可以说早已一去不复返。那这个经济体呢，不再是一头主动就是到水边喝水的一个牛就是这个你放水，它不是主动去饮水的一个状态，而是被政策之力被行政力量的强拉到这个水边喝水的一个水牛换句话说呢，就是社会融资的规模的新高呢，它并非是真正的这种需求推动，而是政策发力的结果那目的呢，是为了个人、企业、政府3类主体的输送血液输送现金流，维持这种流动性不至于现金流的突然断裂而崩溃。好，这就是我上面给大家介绍了今年1季度整个新增社融的一个状况社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经常我们在央行的一个表述里面或者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表述里面，经常会看到一句话，就是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与 GDP 增速相适应，经常会看到这个。所以说社融呢也是经常我们观察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且它往往领先于这个实体经济。那接下来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1季度房地产市场和这个股市的表现。那房地产的数据呢现在1季度的数据也已经出来了从销售数据呢，我们基本可以看出来，房地产这个合同销售金额同比降幅普遍呢在30%左右就是上市房企的1季度的这个降幅呢，基本是在30%左右。那车市的1季度数据呢，现在也出来了1季度的这个乘用车的销量是287万辆，同比呢下降了45.4%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市和车市整个这个下降的幅度比较大，受这个疫情的影响经济的萎靡和这个衰退。那股市呢，我们再看看股市整体上可以说维持了一个不涨不跌的一个状态
啊，但是一季度呢，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这个成交量呢还是有所放大啊，肉眼还是可见的。那这说明有些钱呢确实是跑到股市里来了啊，但是应该呢也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比起这个天量的一个社融的这个金额。好了，这个是看了一季度的这个楼市、车市和股市的一个情况啊。基本来说呢，这天量的融资呢没有往这些领域去啊。当然有人会说啊，一季度放出去的水可能要等4月份、5月份啊再看看效果。那也有道理啊。我们接下来呢可以密切关注4月份、5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包括一些汽车的销量啊、房市的销量啊、股市的走势啊，包括这个社会零售总额、销售总额的数据啊，我们看看一季度天量的放水到底能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复苏啊，以及股市和房市这些资产市场的上涨。好，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最重点的一部分啊，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天量的社融呢，这天量的放水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大家知道一季度经济情况实在是太差了啊，都缺钱啊，企业的正常的营收下降了，个人的工资收入呢也减少了啊，包括连最强势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下降了不少。那这三大主体说白了呢都缺钱，再加上这三大主体的债务负担呢已经很重了啊，你像这个非金融企业这块啊，债务压力一直在150%、160%啊，个人这块也在50%-60%啊，相比 GDP 哈。那这三大主体同时呢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在一季度哈，一个呢压力呢就是保证正常的运转、正常生活的压力啊，你企业的正常运转啊，政府的正常运转，个人的正常生活。那第二个压力呢就在于保证这个资金链不断裂的压力啊，也就是还债的压力啊。那为了应付这两大压力呢，你就想办法得去弄钱啊，去借新还旧。那我再给大家仔细拆解一下这三大主体的这个具体压力啊。我们先说一下个人。那一季度这种情况呢啊，一般人呢收入下降，但是平时呢家庭的日常开销啊总得保证。那个人的房贷啊、车贷啊、信用卡贷款啊总得去还。那好，面对这种压力呢，你就发现现金流有点续不上了，那就赶紧想办法去弄钱。那好，那这个时候呢，正好赶上这个银行的大放水啊，银行的这个闸门大开。那这个时候你去搞一些工资贷啊、房地产抵押贷款啊、消费贷啊、经营贷啊，反正总之各种各样的贷款啊。这个时候银行因为也比较松啊，他们信贷员啊也有这种放贷的压力。那反正呢，你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堵住这个现金流的缺口啊，让它维持一个平衡。那企业呢也是一样，它这个一方面呢要保证复工复产的这个正常经营啊，这本身呢就需要现金流，然后呢还有这个到期的要偿还的债务啊，那这两方面的缺口呢共同这个促成呢，就是它需要从各个渠道大力去筹措资金啊，去借新还旧，堵住这个资金缺口。那这里面最有意思呢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因为它特别强势啊，大家可以看看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呢其实在趁着大放水啊进行债务置换啊，也就是降低融资成本，就是原来10%利息的一个债务啊，它用更低成本的债务去置换因为放水了嘛，市场钱多了啊，所以趁着这个趁机呢降低债务成本啊，也玩的是借新还旧，本质上。只不过地方政府呢比前面那两个主体就更强势啊，比企业和个人更强势，可以在这个借新还旧的过程中把这个利息的成本给倒腾下去。地方政府在干嘛呢？江苏呢是个典型啊，可以说走到了这个政府的这个前头啊，各个政府的前头。大家先看看盐城的这个文件，看看是怎么说的。他这个是盐城的国资委发文啊，搞债券的人他们流传出来的这个图。那他要求下辖的这个市属企业制定了融资成本8%以上的融资的清退工作啊，那清退工作呢要求在年底前全部完成。那大家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做债务置换，就是凡是融资8%以上的债务，那趁着市场的这个放水水量充足置换成低成本的债务，那把这个8%以上的债务融资就是过去的旧的这些债务融资给它清退。那我们再来看看江苏的这个泰州它呢是要求下辖市国企、下辖的市级国企的融资成本不得超过6%，县级呢不得超过7%。那县级以下的园区里面的企业呢，不能超过8%设了这么一个坎儿。还有最后这个江苏的常州要求降低融资成本，那就是市级的平台在7%区级的平台呢在8%存量债务全部都给它置换掉。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地方政府他在干的事儿他在趁着水漫金山的同时呢，他在搞债务置换，降低这个融资成本，而企业和个人呢就顾不了这么多他就趁机呢
能拿到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所以呢，其实从每个主体的这个利益动机来看呢，其实也无可厚非比如说地方政府它有这个实力，或者它有这个它因为这种特殊的体制它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债务成本置换出来能把这个成本降下去那本身呢就是它的一个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一个利益诉求有这种动机。最后呢，我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大家就明白了。就是说，截止到2020年3月末，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是262万亿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债务的规模是262万亿。那按照6%的资金成本算，一年的利息成本呢都在15万亿就是说，你比如说2021年，明年呢，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扩大到30亿，你得一半先去还这个存量债务的利息，你剩下的呢才能去搞建设，才能进入实体经济层面搞生产搞投资搞基建什么的。所以你想，这个社会融资的规模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越来越大，也就是存量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那借新还旧的压力呢也会越来越大。好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做的分享，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最新的这个一季度天量的社会融资规模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天量放水。但是我们通过看房市、车市、股市这些大的市场发现钱呢并没有进入这些市场。那房市呢一季度普跌30%这个房地产企业的这个销量普跌30%，不是说价格。那车市呢也销量也是下跌了45%，股市呢可以说基本没涨没跌那大家就在好奇这些钱究竟去了哪儿？那其实绝大部分呢是去了各个主体也就是居民、企业、政府的借新还旧去维持这个债务链的不破裂。那少部分呢流入了这个维持各个主体的这种生产生活的这种正常运转。所以这呢就是第一季度社融大增的真相。好了，希望大家支持蒙面财经，转发订阅我的视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